免费分享交易知识，热爱并以交易为生。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加密货币市场有点难做，主流的品种包括比特币、以太坊等交易对，不是在盘整，就是突然启动一波趋势，完全不给入场机会。等你回过神来想要追入的时候，价格又开始盘整或者是回调。尤其是做趋势突破的朋友，遇到这样的行情就会格外难受。但其实这种行情才是常态，那种波动率非常高、相对好做的大幅度连续突破，只有在特定时期，有宏观消息叠加市场上的情绪，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。在现如今这种行情下，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呢？不是的，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简单日线模型交易方法，应对这样的走势就相对比较容易。免费分享给你，希望能对你的交易分析有帮助。你要做的就是关注和点赞。首先，这个方法需要一点点背景知识，至少经常看我们频道的交易员朋友肯定都清楚这个知识。价格总是在寻求流动性，或者寻求填补缺口。在绝大部分品种里，价格上下运行通常都是在进行这两件事。比如价格在这里，上方白色的矩形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，然后价格就涨上来，把这个缺口进行了填补，紧接着又跌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也有一个缺口。再然后价格又涨上去了，它去干什么呢？它来到上面获取这里的流动性，最后它又跌下去获取下方这里的流动性，中间当然也有填补缺口。很容易理解，寻求流动性，填补缺口。如果你对流动性和缺口还有疑问，稍后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交易生活频道之前的教学内容。在知道了这个背景知识的前提下，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，基于日线模型的短线交易方法。我把它简化为了简单3步。第一步，找到暴涨暴跌之后的品种，如果是暴涨暴跌之后正在盘整的阶段，概率就更高。第二步，等待价格向上或者向下获取日线级的流动性。第三步，价格一旦收回并出现15分钟级别收回方向的缺口，等价格回来填补时入场。其实这3个步骤简单一点说，就是找品种，找暴涨暴跌之后的品种，如果在盘整就更好。第二步，看行为。看什么行为呢？看价格向上或者向下获取日线级流动性的行为。第三步，等入场，就是等价格收回出现15分钟的缺口再入场。我们来看几个实际的加密货币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这是日线图表，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已经连续上涨了5天左右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，找暴涨暴跌的品种。然后在第6天，价格向上并收回，我们把前一天的高点标注出来会更清楚。这就是第二步，我们等待的价格行为，获取了日线上方的流动性，收回。来到15分钟的图表，让价格继续走。注意到这个白色的缺口，它就是15分钟级别里我们要等待的入场。把止损放在上方高点，止盈放在下方的摆动点，等价格回来填补。注意这里的价格完全超过了我们入场的缺口，但最终也没有上去打我们的止损。所以说把止损放在正确的位置非常重要。在这里你一旦怕亏损，想要少亏点，只把止损放在这个缺口附近的上方更近的这个摆动点，那么这一单就白白止损了，浪费本金。让价格继续走，它下跌的不是那么顺畅，但是最终还是来到了我们的目标位。回到日线，可以看到它回来填补了下方的一个日线缺口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，还是日线，能看出来它是暴涨了3天，现在是在高位进行盘整。我们前面说过，第一步，如果是暴涨暴跌之后在盘整的品种，它概率更高。我们把盘整区域的日线高低点流动性标注出来。来到15分钟，让价格继续走，价格向下获取了一个日线低点的流动性收回，随后出现了15分钟的缺口，我们就在缺口内入场，止损放在摆动点的下方，止盈放在近处的日线高点，让价格继续走。可以看到价格一路向上，把更高点的日线流动性也获取了。你可能会问，
为什么止盈不放在更远处的高点流动性呢？因为在它走出来之前，我们不确定价格能不能上去。它获取的就是这个日线的低点，基于对称原则，我们就选取了这一个日线的高点作为最高概率的止盈位置。在实际的操作中，你可以在这个最高概率的日线高点平仓一部分，其余仓位博取更高的收益，看看能否拿到上方。在止盈之后，我们可以留意到前面价格在涨上来的时候，留下了一个日线的低点流动性没有被获取，所以下方这里的摆动低点跟前面的日线低点就形成了相对平行低点，对价格有很大的吸引力，价格可能会回来，让价格继续走。可以看到它在获取了日线高点的流动性之后收回，并出现了一个15分钟的缺口。结合着我们刚刚提到的下方的潜在目标位，我们就在缺口这里做空，止损放在摆动高点，止盈就放在下方的相对平行低点，让价格继续走，最终来到我们的止盈位。再回到日线，价格在盘整区做这种日线模型的流动性投递，有时候就会像这样走得非常漂亮，上下都进行了投递和获取。最后再来看一个例子，加深你的印象。同样是日线，我们能看到价格已经连续下跌了4天，因为更靠近前一天的低点，所以我们标注出低点就可以。接着来到15分钟的图表，让价格继续走，可以看到价格向下获取了刚刚标注的前一天日线低点的流动性。回到日线也能看得比较清楚，你在实际交易中，在 TradingView 等看盘工具里可以设置这些关键点位的提醒，等价格来到时，在手机和电脑上就会有警报推送，避免错过。回到15分钟，注意这里的白色缺口，就是我们的入场位置，在这里做多，止盈放在上方的相对平行高点，止损就放在下方的摆动点，让价格继续走。能看到它给了一次加仓的入场机会，回来又填补了一个15分钟的缺口，最终成功止盈。看了这些案例，相信你已经熟悉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模型方法。但是注意，在实际的交易中，不是每一个日线获取了高低点都要去找缺口直接入场的。前面我们强调过，一定是连续暴涨暴跌之后的日线，尤其是已经开始盘整的品种，使用这个模型的概率会更高。如果你看到任何位置价格获取了前一天的高低点都直接入场，那最终你可能会迅速爆仓，结束交易生涯。真正决定你能否持续赚钱的本质在于胜率和盈亏比的平衡。学习了模型不是让你直接就找位置去套用，而是需要你自己在常做的品种上回测，判断出适合做的情况，适合拿的盈亏比。有时候价格在某个位置确实是在这里反转，开启一波比较大的走势，而有时候价格到这里就只是投递到单根日线的另一端，甚至是只到 0.618 OTE 的位置。判断价格到底是走反转还是走回调，不是任何模型就能直接套用的，要靠你多去积累经验，产生盘感，对价格接下来想去哪里有更准确的判断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简单日线模型教学，有任何问题欢迎你留言，我可能会把你的问题做成影片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关注并点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